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持续的要先来谈到川普因为他现在是第3次遇袭事件，幸好他没有任何的受伤，但是这件事情也是惊天动地。好，目前呢，我们看到了枪手他有认说锁定要杀川普政府官员，所以大批的 FBI 已经到他的住家来进行搜索。好，这名枪手叫艾伦那他的住家调查，而且 FBI 已经逐户的查访。那艾伦被捕之后是告诉执法人员说，原本想射杀川普政府的官员，但他并没有明确的表示目标到底是不是川普。好，但川普这2年多来真的是惊心动魄因为有3次遭暗杀未遂。那川普3度面临了枪手威胁。那当然有记得是2024年竞选期间曾经经历过2次的刺杀，一次是在宾州巴特勒比较严重，他子弹擦过了他的右耳，好让川普受伤流血，捂住耳朵蹲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画面当时直接把他带走。好，另外一次在同年的9月，有男子持枪潜伏在高尔夫球场的丛林当中，意图也要刺杀川普未遂。好，那是2年内第3度遭遇暗杀未遂所以国安团队现在蛮担心的他是要考虑升级措施，未来川普在公开场合都必须要穿着的是防弹背心。但是也有人是怀疑说，会不会这一场是自导自演呢？好，说川普3度遭袭枪击摆拍阴谋论疯传因为这个社群平台 X 上面有摆拍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好，网友就质疑说到枪声响起，特勤局冲进现场竟然还让川普继续坐着，而且还打算继续演讲，所以这种自导自演的声音就突然出现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像是这个白宫新闻的秘书李维特在晚宴前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今晚会很有趣很精彩。那这句话也被大家解读说是不是正在预告呢？所以这4个字自导自演的讯息还真的是蛮多人在讨论的。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枪手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呢，也看到他写了反基督教的宣言。那川普说心中是充满仇恨的人。那川普讲说这个嫌犯是个有病的人你读他的宣言就知道他痛恨基督徒。好，那当然因为现在成为了枪手的目标嘛，那纽约时报就有报道说，枪手其实他有犯罪宣言，然后他里头就讲说不愿让一个恋童癖、强暴犯和叛徒的罪行沾染他的双手。似乎在影射川普所以川普呢在接受60分钟专访的时候就被主持人问到了这段宣言的内容跟看法但是川普是马上的抨击主持人他说我就在等你念这一段因为我知道你会问因为你是个糟糕的人还骂了一下主持人。但是他又讲到说确实这个枪手有这样写，但他不是强暴犯，他没有强暴任何人，他说我也不是恋童癖者。好，那这件事情他现在也有上专访来直接回应这个枪手的宣言。不过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祭血晚宴安全事件嫌疑人被控2项罪名，27号就会出庭来受审。那目前川普躲过一劫嘛，所以嫌犯的简讯也曝光说自称友善联邦刺客也就是调查人员也正在检视嫌犯案发前大约10分钟还有传给家人的讯息，那其中就自称自己是友善的联邦刺客。那他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目前白宫是说艾伦也就是这名枪手的这个兄弟，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有联系康乃狄警察局，那通报艾伦曾向家人发送了一份犯案宣言，内容就概述他企图要攻击川普的政府官员。好，艾伦的姐妹就讲说，艾伦最近发表一些这个行为言论都越来越极端，而且经常谈论到要采取某些行动，说要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好，所以这名艾伦这个枪手其实他们的家人已经有发觉不对劲了，也已经早就跟警方告知了。好，但问题就是最大现场的维安真的是出现很大的漏洞那讲到漏洞之前，我们就要讲，总统已经发生了这个枪击未遂的事件，
FBI 的局长说什么？他竟然还讨好川普，这马屁拍到极点了。你看到他讲说啊，能够生擒枪手都要归功于川普，正是因为川普每周7天，每年365天激励。你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直接现场给大家听。Because you, Mr. President, inspire them 24/7, 365. You give them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need, and they know that you have their back. You saw the very best of America tonight. The very best unite us at a time of uncertainty because we have leadership here with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that backs law enforcement. Oh my god， 他就会讲到这种拍马屁的言论，难怪文安这螺丝松满地。好，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了，英国前驻美大使他认为这晚宴有安全问题。他说只要出示邀请函就能进入到这栋建筑所以对于心怀不轨的人，只需要通过一道安全检查关卡就可以了。好，那英国的资深官员也特别说因为最担心的是他们接下来国王要到美国去，也就是查理3世，27号就要访问美国，所以双方就在进行广泛讨论，要确保维安好，那英王查尔斯访美在即，现在白宫的周边，哇，真的是很竟然挂错国旗，他挂到的是澳洲国旗华府24号升起了大约230面的英国跟美国的国旗，但是在白宫的附近道路上面有15面澳洲国旗整齐的挂在2排黑色路灯的灯柱上面。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照片已经曝光了。那照片上被疯传到社交平台之后，引发了网民的嘲讽。真的是太夸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螺丝松满地那当然只有一个人没松，就是美国的 FBI 局长，还可以在川普面前大肆的拍马屁，金价5告赞。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比较严肃的议题就是这名枪手，他现在就说了，他要杀的就是川普的政府官员。好，那这也是川普这个2年来3度遇袭了。其实蛮多人会很担心这世界局势越来越乱。亮哥，因为这个白宫记者协会都固定在这个希尔顿嘛，这个地方从1920年以来就每年都有一个招待餐会，从来没有发生过枪击案，106年，就川普任内发生了那而且据我看到的资料是，听说有开6枪可是他并没有进入那个现场，他在那个安检门那边开枪那重点是，他是拿来福枪他不是拿短枪他是拿要组装的，对不对？对，我不知道，这我不敢乱讲反正他是拿大支的，就是了。那怎么有办法走到这么近我坦白讲，那个 FBI 局长那边就是希望川普不注意到这个了，不然他问题很大。这个不只是他出问题白宫的密情局也有问题就维安做得非常的糟糕了，怎么可能一个人拿来福枪可以走到这么近？这个难以想象而且那个地方距离白宫也不是非常远不过总之就是史上第一次，而且那个我有看那个录影带他们现在那边先把接力 fence 拉走。上面还坐好几个大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维安人又跑回来，又把那三个4个大佬再拉走那3、4个大佬一定会很火大。拉走的是范斯，你先把接力分子拉走我们如果被人家开到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疏散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 SOP 上的奇怪点就你怎么不是一堆人围上来？然后把大家都拉走，还分批拉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当然会凸显几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它的维安体系真的是螺丝松了啦那事实上上次在宾州那次刺杀，就有人说他的整个维安就很松嘛那还有第二点就是。国内分裂的程度超乎想象我觉得美国现在跟其他国家的矛盾搞不好没有国内严重因为美国你说要严重到决定要杀死官员
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仇恨值很大齁。而且一定要到把对方杀掉这种地步啊！这个显然就是这个社会的沟通管道，他一定认为没有任何效果吧？啊，其实你去看 No King， 美国没有国王的街头的游行已经多少次了啊？可是完全没有沟通的效果。哦，那伊朗战争莫名其妙已经打了快2个月了。今天已经57天了，也完全看不到执政的当局有自我反省都看不到啊。所以我觉得，通常这种事情会发生，大概都有这些原因啊。第一个，你维安系统松弛嘛；第二个就是政治矛盾已经大到已经没有沟通的空间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极端行为了啊。那美国大家要知道他的枪支是比人还要多了，枪支有3.5亿支啊，而且各种高性能的都有所以坦白讲，这个是没完没了啊。川普未来只要人在外面恐怕都要高度警戒。对啊，所以现在维安才说嘛，让他都穿这个防弹背心变成标准的配备。好，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自导自演的可能性并不高了，因为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把它说成是阴谋论、自导自演，我觉得可能性不像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确实脚软了因为他自己后来讲的话就自相矛盾了。他跟他太太2个人的反应后来就被大家关注了因为先是看到梅兰妮亚听到大概确定是枪声之后，自己偷偷的就往这个桌子下躲也没有把先生拉一把这样子，然后自己就躲下去了那不管先生，那先生70几岁的高龄呢，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枪手并没有冲进会场内，没有所以事实上维安人员还是都守在门口的，那基本上是安全，只是在这个会场外有听到枪声，可是梅兰妮亚已经自己偷偷的溜到底下了，川普还搞不清楚状况，还在那边等待，然后等到看到范斯，范斯是被从后里像提小孩子一样这样子拽走的，那这个都是标准程序就是拽走的，那都没有体面了，也没有尊严了那穿着啾，然后就这样像小鸡一样这样被拽出去，拽出去以后，你就看到了维安人员一股就冲进来了，冲进来了以后，川普一看到被架走了，站起来被开始架走了以后，接着您看到他脚软以后跪下去了。跪下去以后，川普的记者会里面竟然说是维安人员要他像学狗爬一样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然后结果现在又怪到我看到台湾有一些媒体就开始引述，那我也一直在留意他引述外电哪个报道，也没有正式的报道，他只说什么是那一位华裔的这个白宫记者会的主席叫基加伦的，他把川普绊倒，我就无法理解一个小女生，瘦弱的小女生。然后川普走在前面，旁边有3个彪形大汉把川普架住，然后川普在往前走的时候，然后那女生的脚是在后面，她如何伸出脚去把这个川普的脚绊走？这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如果说你说小女生把川普推倒，也不可能，因为她已经被架着了那也不可能。那现在变成怪说是那位华裔的女记者然后把川普绊倒，这代表什么？然后川普说不是，川普说是维安人员叫他趴地走。可是我们以前我干过这种紧急状态的时候要保护元首的这个训练我们当时在仪队的时候，我们的负责的训练就是一旦爆发类似相同的情况的时候，我的任务，因为我是礼兵长，我是离总统最近的人，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士兵全部都围住围住总统，然后把他架走，这样带走。人墙啦。对。那也就我们用肉身来包他了，但是不会叫他像狗爬这样子爬走，我没有这个训练，所以我觉得那个川普是自己胡说八道。这代表什么？他脚软，他跑他自己的，太太躲他自己的，这叫做夫妻离心离德，各自管自己的生命。结果脚软趴在地上的时候，说是维安人员叫他走了，可是维安人员没有这个标准程序那变成怪给这个记者。怪给这个记者主席，因为他是华人。我觉得这个简直，这个孩子2岁就到美国去了，就是美国人了。
我觉得这样子玩哦，实在是玩得不像话。 CPS 对不对？我觉得玩成这个样子真的不像话啊！对，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也有这个影片一直不断的轮放哦，就范斯先离开，就真的等到蛮久之后，才有另外一个人突然上去，川普才走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时间差其实蛮大的哦。盛峰委员，我对这个现场实在没什么太大乐趣，但是我对这个现象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一个绝对是一个孤狼型的刺客。而这个孤狼型的刺客的特点是有很好的学历，我们都知道加州理工学院呢是一个不容易进去的。他不但是来自一个名校，而且还是金牌导师，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是属于正常的人。那为什么这个呢会这样子来呢？他把自己称作为友善的联邦刺客，友善跟刺客是对立的。那么友善的联邦刺客，它里面蕴含的一个是，他是一个有使命感，要去替天行道做什么事的人。那下面的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了。这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过去呢，没有自媒体的时代，只有主流媒体的时代，大家即使双方有竞争有攻击，但是在言辞用语都还是蛮大的克制。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话，我们就是因为是公共平台嘛，你有很大的克制。可是当到了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里面来，那就不一样了，就是加上演算法的推波自澜了。所以呢，同温层的效果越来越强的结果，相互攻击、相互丑化、相互否定、相互弃之而后快啊！到了某一个程度来看，我消灭到我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我是没有任何的道德愧疚感，而且认为我是在替天行道。各位只要看看这几年在台湾国内的情况，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子的字眼？那种对人的羞辱的字眼，这个对公职字眼，比如说我不喜欢赖清德，再怎么不喜欢，我连莱尔这几个字我都还很少用。那最多讲个赖清德吧，就赖总统、赖清德点点，就是你。可是呢，我们再去所有的平面上看看，所有蓝的在骂绿的，绿的在骂蓝，在自媒体里面都已经到了很难匪夷所思。两岸的人互相骂来骂去，就是说，这边话这个什么支那建制了，这边是什么利洼等等。当你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这些悲剧啊就有可能会产生。那么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二个，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这一次来到他是从加州出发，是坐火车坐到芝加哥。去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多远的距离，然后再从芝加哥坐火车到华盛顿，这样的过程他投币了安检。那这一个地点呢，这亮哥说的没错，记者会没有发生过枪击，可是这个地点在45年前，雷根就在同样的地方发生了枪击，那个是神经病。可是这个人不是神经病，也就是说，过去枪击总统很多都是神经病，那种社会的边缘，那这个不一样，这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显见这个美国内部分歧相当严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有人说这个是美国的美军后院失火，我们来看是哪里哦？这是英国的一个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火灾，那驻扎攻击伊朗的美国轰炸机也在里头。好，我们就看到这画面，这火烧真的蛮大的哈。它是在当地时间4月26号凌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的基地突然大规模的火灾。好，那该基地近数个月被美军用于发起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最近也多次的遭到反战示威者的抗议。好，但这起火实在非常的大哈，那不知道到底是里头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有些人为的疏失。但问题就是啊，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也谈不成，打也打不成。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先看到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他最新有谈话，他叫卡尼，他说啊，这个抵抗的阵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更团结。那当前的重点是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抵抗阵线的其他成员。好，我们知道除了黎巴嫩真主党，还包含的是也门胡塞，好，都算他们抵抗阵线的一员。好，那伊朗也称说成功的摧毁3枚美国巨型钻地弹，好，销毁超过9000
9500枚的子炸弹。好，这是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啊，他们的特种部队已经成功的摧毁3枚美国的GBU-57的巨型钻地弹，而且拆除了另一枚遗留在伊朗赞詹省的同型炸弹。那根据声明也说到啊，部队还发现而且销毁超过9500枚由美方战斗机投掷的子炸弹，说这些子炸弹旨在污染赞詹省的各地关键设施。好，那当然伊朗这边的声明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回应，但目前川普他还是一直觉得他们会胜利。那当然一开始都讲赢麻了到现在还说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那他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目前跟美方就伊朗的问题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非常通情达理，但有一些不是。他说伊朗的领导层非常奇怪，美方我们的核心立场都没变啊，必须要防止伊朗取得核武。那说未来的谈判将会聚焦在伊朗核材料问题，所以并希望德黑兰来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他也特别讲说，如果你伊朗想和谈，可以主动联系呀。好，那但是呢，伊朗现在有提出说有一个分3阶段解决的谈判方案。也就是第一阶段就是要彻底结束战争，也就是获得防止对伊朗还有黎巴嫩重新发动战争的一个保证。好，有这样的保证才能进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第2阶段。那第2阶段就是要专门研究荷姆兹海峡如何管理的问题。好，那如果这个方案有讨论到 OK 的话，有共识，就会到第3个阶段。好，第3个阶段就是核问题的讨论。好，跟在前2个阶段达成协议之前说伊朗这边是绝对不会参与核问题的谈判。但是伊伦认为到第2阶段可能就没法抖，因为荷姆兹海峡还是一个蛮关键的核心问题所在。好，那现在川普说要取消会谈10分钟，我们就收到更好提案了。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在讲了他说25号临时取消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谈判行程。他也说取消会谈10分钟之后，我们就收到了德黑兰提出的更好提案。但是他们提出的很多，但仍然不够食髓知味有这种感觉。那美国媒体的这个方面报道说在川普宣布取消会谈之前，其实原本预计要参加谈判的伊朗外长就已经先离开了巴基斯坦。好，那这些迹象都显示可能是德黑兰方面阻止会谈的可能性。好，那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说现在伊朗这个外长就是在耍美方啦来来去去就是不跟你见面，完美的错开。好，那川普也邀德黑兰直接来电嘛，来谈停战。刚刚一轮有讲到，那路透社的报道就说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26号往返巴基斯坦跟阿曼等调停国之间。那接下来要去哪呢？要去俄罗斯来跟总统普京会面。好，所以看起来这个伊朗好像目前有其他的盘算不像美方能够这样子掌握住它的行踪。好，那美方这边则是说26号只有2艘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那说仅有1艘货船是通过荷姆兹海峡离开波斯湾。好，另外1艘邮轮是从阿曼湾通过荷姆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说已经指示了38艘的船只掉头或者是返回伊朗的港口。那伊朗的高官则说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就必须要缴费，所以踩的还是很硬。好，我们看到这一位是他们的这个国安与外交政策会的主席，在议会上面的。他说通过荷姆兹海峡船只都必须要缴费。那荷姆兹海峡已经成为了伊朗实力的重要支柱之一。好，但问题就在呢，这荷姆兹海峡看起来不会重返战前的状态所以国际油价现在还是有在往上。我们看到已经突破了107.58美元好，那当然现在美国西德州的中级原油每桶是96.36美元。那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说美国持续的行动其实都在破坏所谓的信任。那德黑兰不会跟美国进行被迫谈判，美国必须在达成协议之前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好，所以观众朋友有发现吗？美国讲一套，伊朗讲一套，现在是各唱各的调。好，所以目前看不出任何的交集。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英国的空军基地发生了火灾，大家就还是联想到可能跟伊朗有关。好，我们先问亮哥，这个谈判这个局如果都不动，那对伊朗有利。因为川普有时间压力，
60天，对，60天国会可能会表决啊。那第二个，你劳师动众动员了1万多人来这里，结果大家都卡住，不知道干什么。摆拍，那这个也是一种压力哦，这是烧钱呢，也是一种压力啊。就是我军队也会觉得，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川普这2种压力，我讲的都是美国内部的啊，就是美国也会有越来越多人出来讲话，那国会随时会表决，因为已经满60天了。哦，那伊朗也是很贼啦，他那种阶段式的谈判啊，这种阶段式的谈判绝对不能上当，因为你会有沉没成本。比如说第一个叫停火嘛，假设第一阶段停火过了，那第二阶段要讨论荷姆斯海峡，你一定希望成功，因为如果没有成功，那第一阶段停火算不算啊？哦，他故意的啦，表示他核武根本没有要跟你谈啦，他放在最后面了。我跟你讲，现在伊朗全境到处都是一个广告啦，就荷姆斯海峡那个形状是这样嘛，然后就用手抓住那个拉起来，抓住那个领结，这样抓着，说我们永远不会松手。现在伊朗全国都是这个广告，到处都是广告看板。所以第二点根本不用谈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谈？所以霍姆斯海峡他就认为说，我现在就用过路费，那大家就安全开放的把油品弄到国际市场啊。那如果可以长期这样，那我就赢了嘛。你就赚到了吗？其实我跟你讲，只要停战啊，伊朗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现有模式一定会被联合国挑战，因为你是非法的。你战争期间大家就算了，战争只要一结束，包括中国在内都不可能同意的啦，怎么可能让你这样抓着？所以到时候他就有压力啊。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3阶段来谈判，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局了，哦。所以我是觉得他现在真的只想停战了，伊朗只想停火，其他都不要。其实美方也是想停火啊。美国其他都要啊。赖教授怎么看？战争打不到2个月哈，但是意外事故一直出来，而且这意外事故好像都跟人为的有关啊，这代表在美军里面充满了反战的这种气氛跟思想啊，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判断，因为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大火发生了，那也就是跟美国他要执行任务有关。这种军事基地要突然间爆发出这种大火，通常都是人为的，意外事故的可能性都比较低啊。因为一般来讲，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有卫兵，都有看守啊，所以它不可能一个军营中有这么的松散，让火苗可以这样子一下子啊就烧得满片都是。我讲这个可能性都不大。你再往前推，4月12号啊，也就是4月14号了啊，艾森豪威尔号。在维修的过程还爆发了火灾，3个士兵受伤啊，然后再往前推，3月12号，这个福特舰啊洗衣间爆发了大火，而且还烧了烧了很久，造成600多人没地方睡。再往前推，福特舰本身的这个抽水马桶卫浴竟然都坏掉啊，坏了90%左右。所以我们看这样一连串的过程中，都跟这一次要出动跟伊朗的战争是有关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要打伊朗的战争中，这些意外事故都不停，这代表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士兵他本身厌战反战，然后他有机会他就去破坏去纵火。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对于美军来讲，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好消息。另外提到了有关于有关于停火的问题，伊朗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跟你耗，我就是吃定你川普。第一个，你要不要打？你要打我奉陪。然后我已经告诉你，你的打法有6、7种，那我的打法也对你有6、7种。你怎么打我，我就怎么打你。你炸我的这个发电厂，我就炸你跟相关所有的国家的发电厂。你炸我的油设施，我就炸你的油设施。你如果出动地面部队的作战，我就杀害你在海外的这个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学校，还有美国人的社区，我就照样做。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而且呢，我不限于只在战场，
我在于海外的所有的地方我都做，所以就会造成一种让美国人来讲他的噩梦，也就是当时小布希总统时代所引爆出来的噩梦重演。那你想想看，当美国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谈判他不急，然后他跟你耗，而且他要求谈判要随我的意，而不是随你的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川普他现在真的就是束手无策，他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就已经不再跟你谈了嘛，你只能间接的谈。那请问一下，美国怎么跟空气谈？这个对美国来讲，川普来说，他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再玩下去这个伊朗这个局。对啊，所以整个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谈判上面，都是踢到铁板。顺峰委员，我想发展到现在有很多事，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小结啊。这个美国呢是强，但是无奈，现在他只能提案，然后呢等待人家的回应。那伊朗呢是弱，但是有韧性，他呢有权利常常说 no，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范斯的飞机要起飞以前就飞不起来，因为伊朗说 no， 然后这个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只能回答说：“你们不要逼我答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主动权了。这是这一场战争里面，他现在只能有主动的提案权，他没有主动的停止权。收诺的反而是伊朗。我们来看看呢，荷姆斯海峡我就想到一个事啊，这 SWIFT 我们把它叫金融核弹，因为只要一弄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你们觉得这荷姆斯海峡现在是伊朗的核弹？这个核弹呢？全世界大家都痛苦受灾殃，理由很简单啊，是石化能源还有肥料，而且这个东西即使现在战争结束了，开放了，你以为开放明天就解决了？有些的解决搞不好要半年、1年的时间。天然气要3年。对啊，那你想想看，那还有那个油气有没有？那更可怕。所以这个核弹现在让全世界发现，难怪就像刚刚讲的，在伊朗的。全国的广告里面会把它拉起来，这是为什么？这是他今天的核弹。这个核弹跟一般的核弹呢不太一样，一般核弹下去还会有人道的问题，这个呢可收可放啊。所以这里面真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三个看法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是有不同的性格，不同之有不同的性格。像川普的谈判就是强，就是怎么样的，就施压。强力极度施压，那压到你要投降。那碰到呢这边的谈判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巴扎式的谈判嘛，就是你跟他讨价还价，他100， 50，然后55啊95，这样慢慢熬到最后，看谁受不了，好了，买了啦，好卖了啦。他一个是在熬你的耐性，一个想用极限的施压。那问题是，当你的极限施压面对一个他今天拥有荷姆斯海峡核弹的伊朗，那你会怎么办呢？更何况伊朗发现控制荷姆斯海峡还有一个好处，这个战争对他没有不利啊。为什么？因为油价一涨，他每天的收入越高，因为他几百艘的影子油轮呢正在世界在赚钱中。所以啊，这个受害的国家不只是他们自己区域的包含亚洲国家，我们也一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停火一直延续下去，现在在中东应该是没什么战事了。不对哦，现在黎巴嫩还是被以色列空袭所以大家就说这停火的协议名存实亡吗？那当然我们看到黎巴嫩的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在当地时间的周日空袭当中导致了14人丧命，37人受伤，还是蛮大规模的空袭好，那在这个同时呢，以色列军方警告居民撤离他们占领的缓冲区之外的7个城镇。好，在此之前呢，双方达成一项未能完全平息战火的停火协议。好，所以大家就想说哇，黎巴嫩持续是被以色列攻击。那当然，真主党在当天也发表声明驳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所谓的以方在黎拥有行动自由的言论。他们说真主党袭击以色列是对以方多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的正当回应。好，所以现在中东整个战
局哦，看起来黎巴嫩的真主党哦跟以色列这边有持续战火是有交错的。好，那声明也指出哦，从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违规的行为已经超过了500次，包含了炮击、拆毁民宅以及造成的死伤袭击。好，那我们要看看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怎么说。有人觉得他睁眼说瞎话，我们来听一下。כמוכם, גם אני ורעייתי הזדעזענו לשמוע על הניסיון החוזר לרצוח את הנשיא טראמפ ואת רעייתו. אנחנו שמחנו שניהם יחד עם בכירי הממשל האמריקני יצאו ללא נגע. אין מקום לאלימות, לא נגד מנהיגים פוליטיים ולא נגד אף אחד. לגבי לבנון, מתקבל הרושם שכאילו צה"ל לא פועל שם. הוא פועל בעוצמה. וצריך להבין שההפרות של חיזבאללה למעשה מפוררות את הפסקת האש. 好，到底是谁违反了停火协议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而且他对于川普的暗杀企图这件事情是很震惊。他说，全世界针对领袖的暴力行为都不能够被允许，说暴力没有容身之地。他在指责别人自己的时候，他4根手指头都是指回自己啊！你可以看到，他讲到暴力，他最不能讲暴力，所以呢，他早就忘了自己对伊朗做的一切了吗？好，那以色列现在有2名前总理合组一个新政党哦，这一位是班奈特跟在野党的领袖拉皮德26号宣布2人要组一个政党，叫做团结党，参加今年的大选，目标就是要推翻现任的总理纳坦雅胡。好，那民调显示，班奈特今年10月大选是最有机会打败纳坦雅胡的候选人。班奈特也曾是纳坦雅胡的顾问幕僚。好，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其实反纳坦雅胡的声浪也不少哈。好，那我们看到史上首次以色列在阿联部署的铁穹防空系统，说有2名以色列官员跟1名美国官员透露，本轮美以伊冲突的初期，以色列在阿联就部署了一套铁穹的防空系统，而且派遣以军部队来进行操控。那这是铁穹首次部署到以色列跟美国以外的国家。好，那当然法国这边有这个雷泰兹也宣布说，丹麦已经签署了采购一个远程防空飞弹系统的合约，成为了法国跟意大利之后第3个部署此系统的国家。好，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个系统呢？主要就是因为丹麦不买爱国者了，就美制的它是抛弃的，它选择用法国跟意大利联合研发的。好，那当然就认为说有个里程碑的意义就是这款法意联合研发的这个首笔出口订单，那也象征欧洲国家正在快速的支持本土的防空产业，就是要降低对美国的长期依赖。好，那全球去年军事支出升高到了2.89兆美元，有3个强国就占一半。好，我们看到包含的是美国、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那去年军事支出合计是达到了1.48兆美元，占全球总支出的51%。好，最后我们再看到是波湾美军基地的战损曝光这有6位熟悉相关损害情况的人接受了一些相关采访的时候说，这场破坏波及了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跑道，还有高端的雷达系统，好，数十架的飞机仓库、指挥部、飞机机库，还有卫星通讯基础设施都被受到攻击，这修复的费用高达50亿美元。好，如果我是美国人，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一定很想揍川普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发生嘛好，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又在袭黎南，那当然现在有人说这个纳坦雅胡每次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不要暴力，但最暴力的就是他。亮哥，纳坦雅胡他是跟黎巴嫩政府谈停火，那真主党他继续打他向来都这样所以跟以色列谈停火是没有用的啦。像以色列跟叙利亚1975年那个戈兰高地也谈了停火到现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已经强占了，还在盖别墅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根本就不管这些啦，他的右翼就是大以色列主义嘛，所以早晚是要占领的啦。而且黎南地区我讲白了就是比照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可能会再立一个区然后叫巴勒斯坦再往上搬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办法。而且刚才讲川普怎么可以杀以色列杀了51个伊朗的精英呢？
那伊朗今天会有这个局跟纳坦雅胡有绝对关系啊，因为伊朗觉得不能够结束啊，他要报仇啊，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啊？那讲到那个以色列在阿联部署铁穹系统，因为美国已经调不出来给阿联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爱国者飞弹这一期的 CSIS， 美国自己的智库他做了一个报告说爱国者3号，美国现在需要42个月才能够补充弹损，42个月啊。那有几个国家在排队？18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台湾有3道还没进来，美国自己就要42个月，然后台湾还要跟另外17个国家排队啊。所以我说台湾的国防预算有什么好急的？急也没用啊！像韩国萨德飞弹要等美国等45个月之后才有机会来补，所以你看丹麦立刻转啊，用自己的啊，买欧洲的啦。对啦，买欧洲的啦，立刻就不要买了。那个谁也一样，那个瑞士也是等不到战俘啊，所以瑞士就说我要去买欧洲的。这个是未来美国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即便这个战争结束，美国要补充自己的弹药的损耗啊，恐怕会让所有的盟友都翻了，你等不到嘛。日本订了战斧飞弹400枚，美国已经正式通知没有办法，那日本怎么办？所以他只好去做那个 S-13啊，就装那个西南诸岛。所以我说啊，我再强调一次，民进党也不用在那边骗了，美国状况就是这样嘛。所以这国防预算有什么好急的？急也没用啊，人家也给不起啊，就没有办法交货嘛。佣金有用啊，你不要说那个这次献金是绝对有用啊。我跟你讲，美国现在这次的战损啊，需要6年才能够补足。美国自己承认了，6年。好，但我比较好奇是纳坦雅胡，如果接下来真的有可能离开了他现在的位置的话，这场战争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新的转捩点？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转捩点，因为这个战争很明显的是内塔尼亚胡在主导的啊，而且他主控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战略的方式就是慢慢打，每打掉1寸，他就把那1寸的土地的房子都拆掉。例如说我们所看到目前的证据就是。他把黎巴嫩南部已经打掉了一些地方，建立起一些反中区，然后只要以色列的军队能到的，他就先把当地居民的房子都拆光了。拆光了以后，也就第一个先打，打完以后再拆，拆完以后当地居民就没得住了。那你有土地没得住没用，然后以色列不让你回来，他就控制那个地方，因为你没得住，所以你就变成去跑到难民的集中地里面。那难民的集中地又不能够回来你的家乡作为难民集中地，要到远赴他乡去作为你的难民集中区。那以色列控制这个区以后没多久，你就会看到以色列推土机就进来了，就把这个地方扫平了。扫平完了以后，他就盖房子了。盖完了以后，以色列的屯垦人他们就搬进去住了，然后他们就住下来了。住下来就成为事实，以色列的士兵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巡逻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成为他的领土。他对约旦河西岸。就是这样蚕食鲸吞，把它都吞下来。现在他要蚕食鲸吞的，就是黎巴嫩的南部的这些区域，他就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吃下来。所以你慢慢的你会看到那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些边界线，以色列就自己画了。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欧洲的国家都很装。欧洲国家很装，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没多久以后就认了，然后再来以后就跟以色列恢复关系，然后那条线他们也就默认了。这个就是欧洲国家的手法。所以我想我们观众朋友真的要理解西方人他们都采用这种相互演戏的方法，演完了以后你就会看到谁强谁弱，然后弱的人就是被这样子慢慢的吞掉。刚刚郑亮他提到的一个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他提到的就是说有关于其实美国现在的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真的不够了。那因此对于台湾的军售，他绝对即使他想给你
他也给不了了。那他为什么急着要你通过？因为台湾跟美国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方式。第一个，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政治佣金，就是军售佣金法嘛，军售佣金的默契，一定会有人拿走那个10%。所以我们常常在军售案里面都会说那个 10% 的 Mr. 10%，就会有人抽那个佣金。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人的特点就在于钱收了，东西不给你。我们现在还有3000多亿的新台币的钱在美国人手中，可是武器弹药拿不到，3000多亿哦，每一年的利息，观众朋友你想想有多少钱？然后现在耐心的编的是400亿美元的预算，400亿美元，如果美国人先收了以后，然后东西不给你，那个利息谁赚啊？那赚翻了啊！我想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然后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立法部门也在玩什么把戏，所以有时候蓝绿啊，尤其是蓝的，脊椎骨硬很重要啊，不要软。软骨症已经换了哦，顺峰委员，这为什么美国急着想在台湾收这一笔钱？因为5月中旬中美即将要会谈，会谈完了之后啊，还能不能收这一笔钱，可能都有问题。所以一定要在5月中旬以前赶快入账。入了以后交不交货呢？那再说。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为了5月中旬要够啊，极尽所有的力量压在台湾的身上啊。第二个呢，就是 SAMT 啊，就是这个欧洲啊，法国跟意大利所做的这一个反飞弹系统，为什么慢慢期待呢？爱国者飞弹之所以有名，就是在波湾战争的时候，把灰毛的飞弹打得很惨。所以呢，那时候大家觉得要买爱国者就安全了。那可是呢，经过这一次美伊战争，发现爱国者不那么神了。可是呢，另外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呢，这个 SAMT 的东西啊，开始有实战经验，而且反应还不错。同时更重要的是产能，它现在可以提供。像爱国者在里面，现在是提供不了产能的嘛。那提供不了产能，那你再好有什么用？我拿不到货嘛，啊。最后呢，就是有关这个改选的问题啊，这以色列改选，以色列的宪法是很奇特，它依照规定是10月6号、10月9号要改选，但是呢，假如在这当中呢，预算没有通过6月份的预算没有通过的时候，那就可以提前改选啊。所以有人的预测也有可能6月9号呢，就有可能呢这个什么会提前改选。那我想大家都公认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以色列内部的反战力量也很大，以色列现在压力很大，是因为过去所有的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在战场，只有这一次飞弹是飞到了居民区，飞到了城市，这是过去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战争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也知道自己在整个的伊斯兰包围的地区要生存，不能再只靠着用武力来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了。可能他也慢慢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跟你的友人相处如何跟伊斯兰文明来相处而不是用宗教来对抗，也是你自己的生存之道。